纹身这东西千万不能乱纹。自从我在身上纹了一个女人，每天晚上都会做一些奇怪的梦，不是梦见她从我身上下来，在屋子里来回走动，就是梦见她披头散发地站在床头，悠悠地看着我。还有一次，我梦见她躺在了我身边，我看不见她的脸，但能感觉到她瞪着眼睛盯了我一夜，直勾勾的眼神盯得我毛骨悚然，却就是醒不过来。天亮时，被子都被冷汗浸湿了。最开始的时候，我只当是噩梦，没太当回事儿。后来梦见的越来越频繁，感觉越来越真实。我意识到不对，晚上睡觉前在卧室里撒上了一层面粉。早上起来，看见上面多了几个脚印。看着那些脚印，我的冷汗唰就下来了，光着脚仓皇地敲开了宋林海的门。他探出头来，问我大早上慌慌张张干什么。我说我见鬼了，我身上纹的那个女人活了。宋林海不信我的话，说他才见鬼了。大早上听我说鬼话，我知道这种事情要不是亲身经历，很难相信。我把这些天的噩梦跟他说了一遍，又把他拉到我的卧室，指着地上的脚印让他看。宋林海嗤之以鼻，就这可能是你自己无意间踩上去的，这些脚印很轻，绝不是正常体重的人踩出来的。我说着，在面粉上踩了一脚，印记明显要深很多。宋林海盯着脚印，若有所思了一番后，劝我别胡思乱想了，说他纹身10几年，还没听说过纹身能闹出什么幺蛾子。那这些脚印怎么解释？我心有余悸，可能是你晚上上厕所轻轻踩了几脚，也有可能是梦游。宋林海找了2个看似合理的理由，可我起没起夜自己还是清楚的，更没有梦游的毛病。这一天我都心神不宁，一想到夜里有个女人在我房间里活动，就觉得不寒而栗。我几次跑进洗手间解开衣服，看着镜子里几乎占据了我整个身体的巨大纹身，那是一个栩栩如生的年轻女人。朦胧的月光下，身姿曼妙，长发及腰，娇艳的唇微微挑着，她在笑。乍一看很美丽，可细看来，在笑的只是她的嘴巴。她的眼睛很深邃，深邃的像一眼不见底的深井，多看几眼都似乎能把人的魂给吸进去。我打了个哆嗦，目光与那双眼睛错开，出了洗手间，鼓起勇气问宋林海：这纹身能洗掉吗？这样一个诡异的女人镶嵌在我的身体里，比怀揣着一颗炸弹还让我胆战心惊。宋林海是古墨刺青的老板，也是我的恩人。1年前我爸癌症去世，家里欠下了20多万的外债。办完爸爸的丧事后，我妈一根麻绳把自己吊在了门框上。我知道她是怕拖累我。几年前她车祸伤了腿，一直靠拐杖行走，干不了活，还不了债，还可能成为我的累赘。葬下我妈那天，亲戚朋友都没走，满满当当坐了一屋子。我明白，他们既是亲朋，也是债主。我感激他们在我家困难时伸出援手，也理解他们害怕人死债消的心情。我跟他们说，父债女偿。随后我大一辍学，打算打工还债。打工说起来容易，可赚钱很难。只有高中文凭的我，与好工作算是无缘了。适合我的工作就只有导购、服务员、前台之类，工资普遍2、3千。这样除去吃喝租房，还清20万得猴年马月。我一边找工作，一边找房子。当时兜里只有300多块钱的我，食宿都是问题。我试过连续1个礼拜只吃馒头，
喝过公共洗手间水龙头里的水，睡过自助取款机那个小屋子。这一切，直到我遇到宋林海，才有所改变。再想来，那天风雨来得很是时候，狂风忽起，漫天卷地，倾盆大雨随之落了下来，顷刻间把我淋成了落汤鸡。我拖着大包行李，慌张地跑到一家屋檐下避雨。宋林海就出来了，热情地让我进屋躲躲。他是个好心人，见我浑身湿透，把卫生间借给了我。我擦干了头发上的水，换了身干的衣服，再站在宋林海面前时，看见他的眼睛亮了。那场大雨下了整整1个下午，我坐在温暖的屋子里，捧着宋林海倒给我的热水，感受到了久违的温暖。许是那一丝温暖让我敞开了心扉。那天我跟宋林海说了很多话，贫困的家庭，去世的父母，沉重的债务，刚刚开始就结束了的大学梦。说到后面，眼睛就雾了起来。宋林海静静地听我说着，末了他冲着大门挑了挑下巴说：“你找工作？我正招人，不如你到我这里来，保吃住。”我这才发现门上贴着招聘2个大字。就这样，我有了一份纹身店学徒的工作，工作清闲，月薪5000。那么高的工资，我也曾有过怀疑。宋林海是同情我，喜欢我，还是有什么别的目的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宋林海是不差钱。他白天在不起眼的纹身店里工作，晚上回他的独栋别墅休息。而我的工作不只是店里，还包括家中。宋林海独居，不喜欢收拾屋子，吃饭总叫外卖。有了我之后，我同时兼职做饭、打扫卫生，偶尔还替他洗几件衣服。是的，我住进了宋林海的家里，孤男寡女。宋林海38岁，没有女朋友。我感到很奇怪，这个年龄的男人，长相过得去，不缺钱，为什么身边没女人呢？后来我有意无意地问了他几次，得知他似乎是丧偶，一直没从上一段感情中走出来。但我觉得他是喜欢我的，他看我的眼神时而很热切，时而温柔，也会夸赞我，说我漂亮，皮肤好，白，对我非常照顾，会记得我的生日，送我昂贵的化妆品，甚至一次性预付了我1年的工资，让我还债。但他从来没跟我表白，也始终与我保持着距离。这样相安无事1年，白天我们同去店里，晚上再一起回家，一起吃饭。吃完饭他回卧室，我看书，互不打扰，相处成了岁月静好的样子。有时候恍惚间，我觉得我有了一个温暖的家，这样一辈子也挺好。有时候我又患得患失，说到底这只是一份工作罢了，随时都有可能失去。但我还是很感恩宋林海，是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，给了我一个避风的港湾。我一直想报答他，我想如果他愿意，我甚至可以以身相许。2个月前，宋林海告诉我，他想参加一个国外的纹身展，如果获奖，不仅是对他职业的一种肯定，对他以后的事业也有很大的帮助。但他的手头没有一件好的作品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。但为了报答宋林海，我决定将父母赠予我的皮囊交给了主动提出做他的模特。宋林海不敢相信我会做出这个决定，先是震惊，继而狂喜。随后作为感谢，他帮我还清了所有债务，并在我身上纹下了那个女人。冰冷的针尖儿跳动在我身上的时候，点点刺痛的感觉让我内心五味杂陈。我原以为我们第一次赤诚相对，会是因为一些香艳旖旎的事情，
为什么要洗掉？宋林海对我要洗纹身这事儿非常震惊，因为你做了几个噩梦，就要毁掉我们辛苦3个多月的心血。宋林海的确在这纹身上倾注了太多心血，对待这件作品，他前所未有的认真和投入。他为此歇业3个月。他的手触在我皮肤上时，我感觉他在微微颤抖。他的眼睛里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狂热与执着。我为此也忍受了很多痛苦，一针一针地把图案刺在身上，即便是敷了麻药，痛感还是有的。尤其我这种大面积的纹身，需要几个月才能完成，疼痛程度远超想象。可这不是一个普通的纹身，随着它的完成，怪事接踵而至，种种诡异的事情让我精神崩溃。现在我只想摆脱它，可任我怎么说，宋林海都不相信我。他说这只是一个纹身而已，怎么可能出现那些匪夷所思的状况？如果你实在害怕，晚上我陪着你。小雨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以后让我来保护你吧。告白来得如此突然，我愣愣地看着他，他认真地看着我。我看见他茂密的睫毛下，乌黑的眸子那么浩渺，如澄澈的湖泊，里面映着我的样子。洗纹身的事搁置了下来，宋林海就这样搬进了我的卧室。我早就想过我们之间会走到这一步，冷静分析下来，这样也好，我无亲无故，一无所有。他除了不再年轻，各方面条件都不错，足以给我一个安稳的余生。只是与宋林海同居并没有改善我做噩梦的问题，甚至我陷入了更深的恐惧。我终于看清了梦中女人的脸，很奇怪，并不是纹在我身上的女人。那个女人也很年轻，脸蛋白白净净，眉眼间清清亮亮，很陌生。她站在床前静静地看着我。你是谁？我战战兢兢地问她，第一次在梦中跟她交流。她没有回答我，只是对我招了招手，似乎让我跟她走。我很害怕，脑子里清楚她不是人，可不知怎么的，竟鬼使神差地爬了起来，跟着她出了门，亦步亦趋地跟着她去了洗手间。看着她开始一件一件脱起了衣服，从外到内，她对着镜子把自己扒了个精光。我惊讶地看到她身上也纹着一个巨大的纹身，也是一个女人。那个女人除了动作神态不同，样貌与我身上的女人一模一样。这还没完，不着寸缕之后，她竟然撕开自己的皮肤，从头顶到脚底扯下了一身人皮，整个把自己剥成了一个红彤彤的大肉盒。我眼睁睁地看着她转过身来，血淋淋的身上青色血管凸起，泛着粘稠的光，没了人皮遮挡的眼珠乒乓球一样凸着，牙齿白森森的对着我露出一个古怪的笑，说：我就是你呀！啊！我胆丧心惊，一声惨叫脱口而出。你怎么了？醒醒！小雨，是宋林海的声音。我睁开眼睛，看见他正在我身边焦急地望着我，像溺水的人好不容易抓住一根稻草。我一把搂住他，在他怀里止不住的颤抖。又做噩梦了？不怕，有我在呢，没事了啊。宋林海抚摸着我的背，轻声细语地安抚我。那纹身，如果你真想洗去，展会之后我们就洗去，好不好？展会之后，宋林海到底还是做出了让步，近乎哀求的语气，浓浓的不舍让我想说的话哽在喉头又咽了下去。我以为我可以为了宋林海忍受噩梦的折磨，
直至展会结束的那一天，可我还是高估了自己。事情变得越来越诡异，梦里的女人不断变换着面孔，她们不是一个人，但都同样年轻白净，身上纹着同一个女人的纹身。她们轮流出现在我的梦里，重复着脱衣剥皮的恐怖举动，而那被完整剥下来的人皮每一夜都会追着我，如同一只飘飘荡荡的幽灵，向我飞来，要将我包裹进去。我拼命地逃，心里说不出的恐惧，每天醒来都跟劫后余生一样心悸。我崩溃了，喝浓茶咖啡，整夜熬着，极度紧张，不敢睡觉，害怕一闭眼那张人皮就披在了我的身上。宋凌海开始时陪着我，后来熬不住了，他说：小雨，我们还是去医院吧。我扯开衣服，露出纹身，瞪着干涩的眼睛盯着他，告诉我这个女人是谁。这是我在网上搜的一张图，当时觉得她五官好看，身上有中国女性的柔美与温婉，极具东方特色，就选择了她作为参赛作品。宋凌海认真地解释着末了，又说：小雨，你一定是精神出了问题。第二天，我顶着黑眼圈，浑浑噩噩地与宋凌海一起去了医院。医生依种种症状诊断我患有精神障碍类疾病，开了一堆药回去。当晚我开始吃药，药里大概还有安眠成分。吃完不久，我就昏昏睡去。梦里，女人又来了一个之前我见过的女人，她看着我悠悠叹息。与以往一样，我跟着她走出了卧室，来到了洗手间，看着她像是一个被输入了指令的机器人一般，在洗手间的镜子前脱光衣，剥下了自己布满纹身的人皮。完整的人皮敞开着向我飘来，我看见皮内筋肉染着鲜红的血迹，看见人皮面部几个窟窿，宛若狰狞的鬼脸，距离我越来越近。这次我没有动，我忽然不想跑了。噩梦如影随形，我逃得了一时，又能逃得了一世，倒不如坦然地面对，顺着梦境走下去，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。人皮披在了我的身上，像一件衣服一样将我包裹了起来。这一刻，我甚至闻到了湿漉漉带着血腥的味道，但也仅仅一瞬，味道就没了。人皮似乎长在了我的身上一般，严丝合缝与我合成了一体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看到那个把自己包成肉盒的女人，那双死羊一般的眼睛里似乎带着一点笑容。她抬起血淋淋的手臂，指了指镜子，随后消失不见了。我安静地等待着，等待恐怖的发生，会死亡的到来。等了不知道多久，什么都没有发生。我睁开眼睛醒了过来，这些天第一次我如此安静地醒来，没有歇斯底里的惨叫，没有劫后余生的心悸。夜很深了，我习惯地触向旁边，空落落的就着窗外的月光看去。睡前躺在我身边的宋林海不见了。看了下手机，凌晨2点15分，半夜3更的宋林海去了哪里？我起床出了卧室，走廊里黑漆漆的，一丝微弱的光从宋林海的卧室里透出来。他在我睡着的时候回了自己的卧室，回去干什么？带着疑惑，我走到房门前，侧着耳朵听去，房间里静悄悄的。我想敲门，手抬起又放了下去。他如果想让我知道他此刻在干什么，就不会趁我睡着的时候离开了吧。我贸然敲门，大概只会彼此尴尬。悄悄的，我又回了卧室，躺在床上，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的样子。大概过了半个小时，
宋林海蹑手蹑脚地回来，轻轻地躺在了我身旁。有些你味如蛇蝎的东西，坦然面对后，反而不再那么恐惧了。自从梦中那张人皮裹在我身上，再梦见那些相貌各异的女人，害怕之余，我开始思考，她们是谁？为什么会交替出现在我的梦中，重复着同样的梦境？我想起了面粉上的脚印。如果说那夜的梦是真的，那这些剥皮的梦是不是也是真的？重复的恐怖梦境只是在吓唬我，还是在提示我什么？我依照梦中记忆画出了那些女人的样子。有多年绘画功底的我，画得有板有眼。我分析着那些女人身上的特点，年轻漂亮，身上有纹身，纹着同一个女人。想到这里，我心头一凛，我与她们有着一样的共同点。这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梦中女人说过的唯一一句话：我就是你啊！冷汗细细密密地冒了出来，毛骨悚然。宋林海对我越来越迷恋。生活中他有着与其年龄匹配的分寸，成熟稳重又不失儒雅。可在床上，他完全像变了一个人，狂热激情。他温暖的大手在我身上流连忘返，眼神中充斥着汹涌的欲望。他一遍一遍地亲吻我的身体，叫我宝贝，说他爱我。梦一般的情话让我心底生出一种说不出口的怪异，我的心一个劲儿地抽搐成一团，挤在胸腔里，痛得窒息，憋得难受。虽然我不想承认，但我大概明白，宋林海的宝贝不是我，他爱的另有其人。与我在一起时，他从来不看我的眼睛，让他欲罢不能的是我身上的纹身。更让我绝望的是，我发现那纹身竟越来越妖艳。本来就栩栩如生的女人，眉眼间好像更多了几分灵动，活了一般，呼之欲出。我打开电脑，输入诡异纹身、纹身怪事等字眼，一查之下大吃一惊。纹身原来有那么多说道。有人说，纹身作为一个破坏身体的行为，一直以来都存在很多的禁忌。例如，有的人纹睁眼关公后多灾多难，纹钟馗后会动荡多舛，纹骷髅死神后招来了血光之灾。还有人说，纹身刺进皮肤内，是与血液融合在一起的，很多东西经血液浸泡后就会变得邪性。纹身者能扛住还好，扛不住他便会反噬其主，让纹身者霉运缠身，灾祸不断。宋林海从事纹身一行10多年，这些他一定也听说过，可他从来没告诉我，是他不信这些，还是故意不跟我说起？我终于决定走进宋林海的房间。依网上所说，扛不住的纹身多是鬼怪、灵兽、神佛之类，我身上这个女人大概是个鬼吧。与宋林海有关的鬼，会不会是他的亡妻呢？整栋别墅除了宋林海的卧室，所有的地方我都找过了，没有找到有关那个女人的蛛丝马迹。不出所料，宋林海的卧室上着锁。同处1年，我至今不知道他房间内是什么样子。为数不多的几次敲门，似乎也都听见他从里面开锁的声音。他一个大男人在家锁门干什么？难道他的房间里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今天我终于要解开这个疑惑了。我掏出钥匙插进了锁孔里，没错，我偷配了宋林海房间的钥匙。我们同处一室，想拿到他的钥匙并不难。宋林海不在家，我已经连续3天以精神不好为由没去店里了。
我独自留在家中，就是为了弄清楚一些事情。锁开了，只见处在门上，心砰砰地跳着。这扇门内会有我想要的真相吗？宋林海的卧室很大，带有独立卫生间，布置简洁，黑胡桃色木地板，一张双人大床摆放在中间，占据了一面墙的衣柜。靠窗的书桌上面有一台电脑和乱七八糟的东西。我直奔去了书桌。现在虽然是白天，但宋林海没开窗帘，屋中昏暗的光线愈发让我有一种做贼的紧张感。我翻看了书架上的书，打开了书桌的抽屉，里面并没有我想要找的东西。最后我的目光落在了那台电脑上，稍一迟疑，我按下了开机键，屏住呼吸，紧张地盯着屏幕，等待着一个人私密的呈现。电脑开了，屏幕上显示出了输入密码的框框。我泄了气，宋林海的家用电脑竟然设了密码，他是在防备我吗？毕竟这个家里除了他就是我。关掉电脑，我又打开了衣柜，衣柜里都是他日常穿的衣服，并没有女人的物品。难道是我想多了？宋林海没问题？我环视了一圈，目光最后落在了卫生间上，那里是我唯一没进去的地方了。踌躇了2秒，我决定进去看一眼。我推开了卫生间的门，里面的装修跟外面的卫生间基本一样，唯一不同的是，这个卫生间的墙上镶嵌着一块1人多高的落地镜，巨大的镜子里映着我的样子，苍白的脸，惊恐的眼神，噩梦给我留下了阴影。洗手间成了我最不愿意去的地方，每次迫不得已进去，都会被心底的恐惧死死揪住。没什么异常，我退出洗手间正欲离开，脑中忽然一个机灵，莫名就想起了梦中那个女人。她举起血淋淋的手臂，指了指镜子，难道那是她在给我提示？常年锁着的卧室门，半夜回屋的宋林海，设有密码的电脑，以及他看到我画的那些女人画像时，眼中转瞬即逝的震惊。这一切都证明宋林海有事瞒着我。秘密难道就在这镜子里？我折返回来，屈指敲击镜面，发出一阵空洞的声响。镜子后面是空的，我用力一推，镜子打开了，竟然是一扇设计成镜子的门。门后面是一道蜿蜒向下的楼梯，我才知道这栋房子竟然还有地下室。楼梯口黑洞洞，静悄悄的，像一只趴伏着的巨兽，张着血盆大口，等待着猎物的进入。我打开手机手电筒，一步一步的往下走去，心砰砰的跳着，既有窥人秘密的紧张，又有接近真相的兴奋。很快到了底，楼梯旁边我发现了一个开关，按下灯亮了，一间很大的画室呈现在我眼前。画室墙上挂满了画，浓墨重彩的小丑，绑在十字架上被砍断了4肢的草人，关在鸟笼里伤痕累累的美女，钉在十字架上被剖开胸膛的老人，一幅幅血腥压抑的画作，给人以扑面而来的窒息感。若不是亲眼所见，我很难将这些话与温文尔雅的宋林海联系在一起。我静静地走着，终于我看到了我身上纹的那个女人的画像，很多幅全是她同样的面孔，不一样的表情，有的娇艳，有的忧郁，有的甜美，有的在笑，明眸皓齿，有的眼波微转，明媚动人。宋林海画工了得，每一幅都画得那么传神，我却看得毛骨悚然。这些画
有些我见过，就在梦中那些女人的身上。梦中的画出现在了现实中，是不是说明梦是真的？如果梦是真的，那剥人皮的事情……这个念头刚冒出来，我就看到了一幅奇怪的画。我们平常画画不是画在方形纸上，就是画在圆形纸上，那张画的形状却很不规则，边边角角还有些卷曲，就那么裸挂在墙上。画中画的是圣母和圣子，美丽温柔充满母性的圣母抱着年幼的孩子，下面是满脸稚气长着翅膀的天使。每一个人物都画得栩栩如生，随时都能从画里走出来一般。只是这画布，轻触画布，指尖的触感告诉我，这不是普通的纸，似乎也不像布料微凉涩涩的感觉，有些韧性宜。随着指尖的滑动，我视到了一粒凸起，仔细一看，脑子里嗡的一声，浑身的血直冲头顶，那竟然是一颗风干的乳头。浓墨重彩间，不仔细看都看不出来，这不是一幅画，而是一张人皮刺青。这间地下室里竟然收藏着人皮。好一会儿，我才压下内心的恐惧，拖着沉重的脚步，慢慢走向一间关着门的房间。那是整个地下室唯一的房间。我猜到里面可能有让我心惊肉跳的东西，可还是义无反顾地推开了门。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味道迎面扑来，接着我看到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，身体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。我张开嘴却发不出声音，心通通地跳着，像是要挣脱胸口的束缚逃走，却又被一双恐惧的大手死死攥着。腿更是不听使唤，软的像煮过的面条，迫使我只能站在门口，眼睁睁地看着屋子里的一切。房间不大，中间摆放着一张类似手术台的床，靠墙则是一个个巨大的圆柱形玻璃器皿，里面装满了不知名的液体，液体中浸泡着一具具尸体，所有的尸体都被剥光了皮肤，死羊一般大瞪着眼睛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呵呵。突然，身后传来一阵低沉的笑声，转身，我面如死灰地看着宋林海，不知何时站在了我室身后，脸上带着猫捉老鼠的戏谑。15年前，心高气傲的我想带着自己作品去国外参展，于是我亲手在新婚妻子的身上纹下一幅巨大的西斯廷圣母图。不负所望，那幅作品在展会上获得了极高的赞誉。可就在我高兴的时候，我的妻子却失踪了。我报了警，找遍了所有能找的地方，都没有找到她的下落。她神秘消失在了我的生活里。2年后，机缘巧合下，我看到了一幅私人收藏，是那幅我亲手纹在妻子身上的西斯廷圣母纹身。那时它已经是一张被剥落下来的人皮。我募资尽力找到收藏那幅纹身的人，他开始不知道我的目的，滔滔不绝地跟我介绍那张人皮，说那是从活人身上剥下来的，人死后皮肤细胞会大量死亡，剥下的皮偏干枯，纹身就没有那么活灵活现了，而从活人身上剥皮就不一样了。那天我打了他，报了警，可他不承认是他害死了妻子，剥了他的皮只说是从黑市上买来的。他权大势大，我又没有证据，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。最后妻子的人皮还是我花了大价钱买回来的。我也是那时候才知道，这个世界上还有人皮交易。一些有钱又具有低级趣味的人，
他们喜欢一些小众的东西，例如人骨做成的饰品、器皿、人皮做成的古文在人身上的画等，他们称这为高级艺术。后来我的心里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每当我完成一幅作品的时候，我都会想到我妻子被血淋淋剥下人皮的画面，心中痛苦、愧疚，还有一些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情绪。我很害怕拼命地压抑着那种感觉，可长久以来的压抑只会让人堕入更深的黑暗。终于我找到机会剥下了第一张人皮，那是一个叛逆的青春期的女孩，离家出走、恋爱、同居、怀孕、被甩。她一边抽烟一边跟我说着她的经历。末了她说，我想纹身，可我没钱，要不我陪你睡一觉。我答应了她。她到底是太年轻了，只知道自己的身体是可以与人交换的资本，却不知道人心的险恶。我给她纹身，把她带回家，绑在了床上，刀尖刺进她身体的时候，她开始歇斯底里的惨叫哀求我。看着她眼底的绝望无助，长流的泪水，我心中涌着无限的快感。那一刻，我有一种复仇的欣慰，又似乎成了生命的主宰者。后来我把他身上的纹身通过黑市卖掉，获得了一大笔钱。后面这事儿就成了隐疾，能得到心理满足，又有钱赚，何乐而不为呢？你可能想不到，这套房子就是我靠卖人皮刺青买来的，是不是很暴力？宋林海云淡风轻地跟我说着，表情就像平常的中午。他从椅子里抬起头，问：今天吃点什么？你想复仇，可以去找杀你妻子的人，这些人是无辜的，你这是犯法的，你知道吗？我战战兢兢与他理论。犯法？他轻蔑的笑，指着我身后浸泡在器皿里的无皮尸体。耸耸肩，你都看到了，这些都是我干的，谁能拿我怎么样？这个世界看似美好，可在你不知道的地方，有的是黑暗与肮脏。你不信，我可以把你关在这里1年半载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说这话时，宋林海的眼中泛起了兴奋，那种兴奋我太熟悉了。每每他抚摸我身上的纹身时，就会露出这副神情。我大概也明白了他的心理。当年他妻子突然失踪，2年后只找到了一张人皮，人皮上是他亲手纹下的纹身。他受了刺激，内心自责，又怨恨，怨自己，怨凶手，怨天怨地，这一切压在他心里，压得他承受不住的时候，他找到了一个宣泄口：杀人，报复社会。你想怎么样？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质问他话出口却虚得很。他忽然又认真起来，说：小雨，我本来不想怎样的，我真的很喜欢你，你跟他很像，他的皮肤也很好，很白，他也很依赖我，信任我，肯为我付出。我这个年纪了，本来想跟你好好过日子的，可你好奇心太重了，你为什么要到这里来？现在你都知道了，你还愿意跟我在一起吗？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就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，好不好？他一步步向我走来，我一步步后退，直到后背抵在那些浸泡着尸体的玻璃器皿上。冰冷的感觉从后背传入身体，后脊梁一麻，冷汗就流了下来。我想跑，可宋林海已经逼到了我面前，一把抱住了我，双手撕扯起了我的衣服。放开我！我挣扎着想推开他，他反而更用力了，一只手钳住了我的手腕，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衣服里，
嘴巴也附了上来，眼底是我从未见过的兴奋与疯狂。这个变态！我知道这时候最重要的先稳住他，稳住他，我还可能留住一条命。可在这摆满恐怖尸体的房间里，我内心的抗拒铺天盖地，控制不住的开始作呕。你敢嫌弃我？宋林海恼羞成怒，甩手一巴掌扇在了我的脸上，力气之大，直接把我打翻在地。顾不得疼痛，我爬起来就跑。他一把抓住我的头发，把我拖了回来，声音森冷道：看来你已经不爱我，既然这样，他们就是你的下场。他使劲扯着我的头发，迫使我仰起头。面对着玻璃器皿中的尸体，我疼得眼泪都掉了下来，抬脚用力踩在了他的脚背上。他痛呼一声，手一松，我趁机挣脱，撒腿欲跑。他追上来，与我扭打在了一起。女人的力气到底没有男人大，很快我就只有挨打的份儿了，脸上不知道挨了多少耳光，嘴巴里弥漫着一股腥咸的味道，耳朵嗡嗡作响。我想我完了，今天即便不被他打死，也会被他囚禁剥皮，变成被浸泡的标本。我是夏雨，我没有死，也没有被囚禁。在我绝望地以为我的生命终将定格在地下室里的时候，突变发生了。地下室内忽然黑了下来，停电了。突如其来的黑暗让宋林海的动作顿了顿。那个间隙，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推开了他。接着我听见一阵哗啦的碎裂声，听到了宋林海的惨叫声，随之整个世界都安静了下来。我得救了。玻璃器皿无端倾倒，正好砸在了宋林海的头上，砸得他头破血流，当场晕了过去。我跑出去报了警，宋林海被警察带走了。杀了那么多人，他终究没有逃脱法律的制裁。我离开了他家，带走了一部粉色的旧手机。那款手机我也有一个，是当年姐姐买给我的。她工作后攒了几个月的钱，买了2部相同的手机，一部送给了我。其实我家一开始也没那么穷，父母都有工作，我爸是司机，我妈是老师，我还有个大我3岁的姐姐。21岁那年，她失踪了，我们报了警，爸妈放下工作，开始天南海北的找她。有一天，妈妈看见马路对面有个年轻的女孩，很像姐姐的样子，匆忙去追，却因横穿马路被撞断了腿。祸不单行，同年爸爸查出了癌症，我爸临死都没合上眼。他没说，但我知道他想姐姐。我妈万念俱灰，选择一死了之，好好的一个家。因为姐姐的失踪，散了。姐姐从小学习吃力，早早结束了学业。姐姐跟我关系很好，无话不说。她跟我说，她找到新工作了，在一家纹身店，说她恋爱了，是纹身店的老板。她说他对她很好，字里行间都是雀跃与幸福。她说她想纹身，不知道爸妈会不会同意。后来她发给我一个她的纹身图片，是一个年轻的女人。那之后几个月，我就联系不上姐姐了。她短信不回，电话不接，她悄无声息地失踪了。警察自然查了那家纹身店，店主承认姐姐在那里工作过。他对姐姐的好，只是老板与员工之间的好，是姐姐曲解了他的意思，主动表白被拒后，姐姐就辞职离开了。距离姐姐失踪，他已经从纹身店辞职2个月了。他还找出了姐姐当时发给他的短信，大意与他说的没差。爸妈死后，我无心上学，我的手机里一直保留着姐姐的短信。我不相信姐姐当年是自作多情，我决定接近店主，弄清楚事情的真相。
大雨天，我狼狈地躲在他的屋檐下。故事于是开始了。我家的事情真假参半，最初的噩梦是我编的，脚印是我故意制造的。为了试探他若害了姐姐，应该心里有鬼吧？他确实心里有鬼。在我画出梦中那些女人的画像时，我看到了他眼底的惊慌，大概猜到了些什么。是的，我后面的那些梦是真的。这个世界上有鬼吗？我不敢确定，但我的内心是相信的。我无法用科学来解释那些梦境，于是将其归咎为鬼。那些每夜变换面孔的年轻女鬼让我恐惧崩溃，直到我梦到了姐姐，她给我指了指镜子。还有在地下室里，我绝望之时，忽然熄灭的灯，那个本来稳稳地立在地上，却突然倒下，正好砸中宋林海的玻璃器皿。这些我想都不是巧合吧？或许冥冥之中有定数，一些人终究会为自己做过的一些事付出相应的代价。